孩被困在同一个恐怖游戏里500年，这500年里他死了数万次，怪物和 NPC 一言不合就砍他，所有通关条件和死亡规律全靠蒙。女孩想出也出不去，想死也死不掉，而且这破游戏有 bug 还从来不给补偿，这让她的心态从不甘到摆烂，再到最后的彻底疯狂。终于在500年后的今天，女孩凭借在这锻炼出的互砍技巧，成功砍出了第一个新手副本，在第2个副本中见到了其他人类。太久没遇到活人让苏苏欣喜若狂，她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，可大家却都像看傻逼一样看她，怀疑她为何在进入竞技游戏后还会笑。5年前竞技游戏降临全球，不幸被选中的人都会进入各种各样的游戏，只有活下去才可以离开副本，然后继续在下一个副本中挣扎求生。此时人群里一个叫姜泰的男人先进行了自我介绍，他说他是第2次参加游戏，所以会尽量帮助大家。姜泰的声音冷静又沉稳，仿佛让在场的几人找到了希望。除了一个黝黑精壮的背心男，其余人都围到了他身边。竞技游戏的通用规则大家应该都看过，我就不多说了。闻言苏苏抬眸，通用规则？他从来没有听过什么通用规则。破系统自从进入游戏后，只说了句必须通关才可以离开，然后就再也没发出过声响。于是他慢慢挪到不合群的背心男身边，露出得体礼貌的笑容询问，请问现在是哪一年？在他那认真且专注的眼神下，背心男不耐烦地开口，2045。不过回答完他又在后面嘲讽了一句，你脑子有毛病。苏苏并不在意背心男的态度，只是低喃了一声，5年了，我居然被困在那个该死的副本里5年。不对，虽然没有仔细数过在副本里的时间，但自己在里面的时间绝对不止5年。难道游戏和现实的时间不对等？消化完这个信息后，苏苏又开始询问他们刚才说的通用规则是什么。在前面2个低能问题的加持下，背心男似乎已经接受了他没有常识这件事。竞技游戏通用规则有6条：1. 生存是第一要则； 2. 请确定你的同伴是你的同伴； 3. 请勿对任何人提及副本内容； 4. 请尽量遵循常识； 5. 玩家死亡后会且只会生成一条竞技规则，有1人发现或60分钟内无人发现，竞技规则会消失。竞技是否正确需玩家自行探索。6. 地狱随时会降临。这6条通用规则是被官方通报出来的。苏苏有些无语，这说了跟没说有什么区别？背心男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他。游戏不允许任何人透露更多信息，若副本里的攻略或消息被透露，那该副本就会升级为死亡副本，让后面进入的玩家无人生还，所以官方也不能透露出更多消息。就在此时，远处有光穿透浓雾，一辆公交车缓缓驶来，所有交谈的人都安静下来，抬眸看向那辆公交车。公交车通体暗红，像是被血涂抹了一遍，散发着一股奇怪难闻的味道。司机面无表情地坐在驾驶室里，如同没有灵魂的木偶。大家上车吧，姜泰招呼大家，并以身作则先上了车。经过刚才的深入交流，显然其余人都将姜泰当成主心骨，见姜泰都上去了，虽然他们很害怕，但也依次跟上车。一上车，众人就感受到一阵阴寒，车里的装饰更是令人作呕。傅琪紧紧抓着男友胡东，我们一定要上这车吗？这也太可怕了。姜泰见此回答道，大家现在都是新人玩家，这辆公交车是安全的，他们伤害不了我们。苏苏上车后扫了一眼车里的环境，这个副本一共8个人，4男4女，除了那对情侣，其余人应该都不认识。比起众星捧月的姜泰，他和背心男就很特立独行，一个坐在最后面，一个坐在司机正后方。公交车平稳起步开进了雾里，车上的装饰物确实有些可怕，但一路上都很安分，显然是无法伤害他们这些还处于新手保护期的玩家。确定没有危险后，苏苏仔细盯着司机去瞧，还时不时凑过去，想把司机从驾驶室里拉出来。他想试试在新手保护期内把这司机拉出来会触发什么，要是可以能不能让他来开。但在扭头看了一眼姜泰等人后，他又打消了这个想法。好不容易遇见活人，要好好珍惜几天才行。公交车开了约莫半个小时，才逐渐停在一扇铁门前，四周的雾气开始退散，逐渐露出那扇铁门后的建筑。随着生锈的铁门被拉开，穿着粉色制服的护士从里面走出来，他摸出一张纸展开，目光从众人身上逐一扫过后，又将纸揣回兜里。欢迎大家来到完美人生疗养院，本院将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服务，希望接下来各位在本院住的舒心，以最好的姿态迎接新的人生。护士说完就往里面走，他们跟着护士经过了一个大大的花园，这里有很多穿着蓝白条的病人，氛围一片祥和，与普通疗养院没什么区别。期间护士给大家介绍了检查大楼、住院部和食堂的位置，还叮嘱大家晚上10点以后不可进入食堂。听到这，苏苏走到护士身旁问他，为什么晚上不要进入？我要是晚上想吃夜宵怎么办？护士微笑着看向他，建议晚上好好休息，保持充足的睡眠哦。苏苏没再继续问，而是落后一步展开刚从护士身上顺来的纸条，这上面有另外几名玩家的名字和照片，以及简单的年龄等信息，每个人的信息末尾还有一排数字。苏苏的后面是0110801，他没看懂纸上信息是什么意思，便叫往了护士。护士姐姐，你的东西掉了。护士看见他手里的纸后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没了，众人都感觉四周的温度下降不少，危险感从他们心底升起。护士好似要将眼前的人盯出个洞，但他也只是抽走了那张纸，然后警告他别人的东西不要乱拿。我捡的。苏苏纠正他的话，护士将那张纸揣回兜里，明显不信这是捡的，不过他也没继续拆穿，反而顺着他的话说，别人的东西也不要乱捡。苏苏点了下头，护士刚想转身，就又听见他问道，你不跟我说一声谢谢吗？真没礼貌，我要投诉你。护士好似听到了什么关键词，脸上的表情逐渐从凶狠转成困扰，随后便低下头道谢，刚才谢谢您，还请您不要投诉我。说完，护士继续微笑着带大家走进住院部大楼。住院部晚上10点熄灯，熄灯以后请上床休息，熄灯以后只有1名值班护士，医生不会在夜间出现在住院大楼，如果大家看见，请第一时间寻找值班护士拿药，然后上床休息。最后护士带众人抵达到3楼尽头的4个房间，可他却并没有分配房间，只告诉他们2个人一间就走了。被撂在这里的玩家们面面相觑，不等姜泰说话，胡东便先开口道，我和我女朋友一间。傅琪抱紧胡东的胳膊跟着点头。现场4男4女，按照性别分配就刚好，但在这种危险的游戏里，谁又愿意和熟悉的人分开呢？而经过刚才苏苏出色的表现和背心男凶神恶煞的脸，他俩自然被分
分到了一组。不过苏苏并不在意这个，跟谁住都无所谓，反正都不认识，杀起来都一样。听见康麦进门的动静后，他转过身，突然问了一句：“你睡觉打呼噜吗？”不打。苏苏对这个答案满意极了，他坐在沙发上，打开了出现在这个副本时弹出的个人面板。那是因为终于脱离苦海，他高兴疯了，所以根本没时间去看什么个人面板。这里显示了他在游戏中的基本信息，上方有一行字：恭喜通关欲望城市。由于您是第一个通关欲望城市的新人玩家，将获得抽取天赋技能机会一次。是否抽取天赋技能？看着比脸还干净的个人面板，他毫不犹豫地点了是，可进度条却在跑到90%的时候卡住了。接着积分那一栏开始疯涨，但当进度跑到100%时，积分又一口气跌回了0。看着面板刚才的一系列操作，他差点气笑了。那一个金币是在嘲笑我，还是在羞辱我？刷新后的个人面板不仅多了天赋技能，还多了一个经济宫殿。他先点开了新出现的万物鉴定技能，万物在你眼中无所遁形，或许你能看清世界的本质。生效范围所有副本，使用限制日行一善，每日可使用的次数与行善次数等同，副本结束累积次数清零。苏苏憋着一口气，又点开那个经济宫殿，这是一座巨大且空旷的宫殿，他十分期待客人入住。你可以在这里放置你喜欢或不喜欢的物品，但也需要付出小小的代价。激活条件献祭，献祭怪物或是玩家吗？真是热情好客。宫殿使用面积应该和献祭的数量有关，果然倒霉的人生没有白嫖这一说。竞技游戏对于副本信息，除了当前副本和存活时限这2个提示外，不会有任何说明。玩家如果不想要积分，那么苟到副本时间结束也能离开，但如果想要积分，就必须认真找线索，并找到通关钥匙。通关的评级越高，获得积分越多。积分既能在商城里购买保命道具，又能在玩家间流通交易。最重要的是，据说达到一定积分后，可以向游戏购买一个愿望，而选择不要积分苟活的人，随着副本难度提升，也一定活不过第4个副本。他和康麦都没有合作的意思。康麦先离开房间去探索地图了，而苏苏出门时则发现这里所有的房门都没有房号和名字。站在走廊里看过去，一模一样的房门完全无法分辨。苏苏先找到了护士台的护士，很直白地问他房间没有房号吗？白衣护士听后扭曲地回答了他的问题：没有，请牢记您的房间，千万不要开错房门哦。苏苏挑眉，开错会怎样？白衣护士保持着微笑，并没有回答。苏苏继续追问，如何才能不开错门？白衣护士还是微笑不语。NPC 不说话，那就证明普通谈话问不出更多信息了。他果断放弃，开始提要求：我需要干净的被子、换洗衣服、洗漱用品、烧水壶，还有再来一把刀。白衣护士再次古怪地看了苏苏一眼，但还是微笑着回答：可以提供哦，稍后会把东西一起送到您房间后。苏苏很满意白衣护士这么懂事，便再次询问：先前带我们来的护士你认识吗？那是我们护士长。那我要是投诉他，你能当上护士长吗？苏苏觉得帮助他人晋升也算是日行一善吧。白衣护士眼底划过一缕狂喜，但又很快摇头：您一个人投诉不行吗？至少3个人，而且要实名的哦。那我想想办法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你当上护士长。可能是苏苏想要帮助他上位的诚心打动了护士，他主动提醒道：您可以在疗养院自由活动，但是不要错过用餐时间，晚上会安排您做检查。苏苏从护士台离开后，直接下楼往花园里走。他刚才问护士的那些问题，其他玩家只要胆子大，不怕说错话，踩中规则，也能得到同样的回答。竞技游戏的 NPC 并不死板，他们有自己的思维想法，会跟随玩家的选择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。苏苏先到花园里转了一圈，试着和这些病人聊天，大部分人都很健谈，但当他问起疗养院时，这些人除了夸疗养院服务好，住在这里很舒服外，就没了其他的信息。不过苏苏也得知了用餐时间：早餐7点30分至8点30分，午餐12点至13点，晚餐18点至18点30分。错过用餐时间就吃不到了，所以他很及时的来到了食堂。可能因为空位不多，康麦来时只能不情愿的坐在了苏苏对面，并询问他为何那些病人就算没座位了，也不敢靠近这张桌子。苏苏很老实的回答：他们说这里是 VIP 桌，不敢坐。康麦顿时觉得屁股有点烫，同时用力瞪了他一眼，但也很快就接受了有座位比没座位强的事实。毕竟按照游戏的尿性，这个桌子明显就是给玩家准备的，桌子可能有危险，但谁知道其他桌子有没有别的危险？他绷着脸问向苏苏：你怎么知道用餐这个信息的？苏苏不答反问：你要跟我交换信息？康麦扫了他一眼，想到他之前从护士身上顺东西的行为，点下头：可以，这个女生和那些蠢货不太一样，交换一下信息能省很多事。护士告诉我的，你找到什么了？护士能直接告诉你。苏苏不说话了，只是用眼神示意该他说了。康麦脸色一黑，最后只能从兜里摸出一个册子，这是疗养院的介绍册，里面有疗养院的地图和医护人员信息。苏苏翻开那本册子，护士有不少，但医生却只有2个，而且还没有院长。介绍册最后一页夹着一张宣传纸：你是否因为不够美丽而苦恼？你是否因为不够聪明而自卑？你是否因为疾病而痛苦？完美人生疗养院给您一个新的人生，完美人生疗养院期待您的来电。苏苏抖了下手里的宣传纸，准确地挑出了重点信息：人生互换。如果是这样，那肯定还有他们的对照组。他将宣传纸放回介绍册里还给康麦。所以为什么护士会告诉你用餐这个信息？康麦也谨慎地问过护士一些问题，但护士的回答里有效信息并不多，更没有告诉他用餐这个信息。他得到这个信息也是正好撞上有个病人发疯，护士按住他打镇定剂时，他嘴里嚷嚷着要去吃饭，还说什么错过就吃不到了，所以他才来食堂看看，然后就发现食堂里坐满人。苏苏笑着看向他，因为我打算帮助他，所以他好心提醒了我。你还有别的信息吗？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。康麦很好奇他要怎么帮助护士，然而见苏苏并没有说的意思，他倒也没逼问。房门，我找到了房门钥匙，拥有钥匙不管开哪扇门进去都是自己的房间，那里一共有4把钥匙，我只拿了1把钥匙，不过我觉得一个房间拿2把钥匙应该也可以，这样才更有意思。苏苏对钥匙不是很在意，也没问康麦钥匙在哪里获得，随后便将护士告诉他的另外一个信息说了出来：晚上会有工作人员检查。而就在此时，康麦看见从食堂外进来的另外6个玩家，姜太等人明显被坐满的食堂吓了一跳，眼瞅着没有座位，他最后将目光锁定在他们这桌。我们可以坐吗？姜太领着头
头，很礼貌地问了一句：“这又不是他们的，为什么不能做？”汪小玲的话音刚落，食堂里的挂钟响了一声，但还差5分钟才到12点。几乎是同时，游荡在食堂里的病人对座位上的病人出手了。他们有的抱着对方的脖子一口咬上去，有的抱着对方脑袋往桌子上撞，而其他坐着没被波及的病人则面色如常地和旁边人聊天。姜太等人一瞧这情况，便大概明白座位的重要性，慌忙在空位上坐下。食堂里渐渐有了血腥味，扭打在一起的人完全是将对方往死里打。汪小玲最先受不了这样的画面，扭头在一旁干呕。除了姜太，其余人也好不到哪去。有人撞到了苏苏面前的桌子上，在干净的桌面留下一个血指印。见状，苏苏一只手揪住他的衣领，